敢相信，我这个连 Hello World 都没写过的纯小白，居然单枪匹马的做出了能上架的真 App。更魔幻的是，全程没有花1分钱。而我用的呢，就是字节跳动最新刚出的 AI 编程神器 Tree。那么这款软件到底怎么用，效果如何？我是如何用它从0到1快速开发一个网页和 App 的呢？感兴趣的话，那就一起看下去吧。在介绍 Tree 之前，如果你是纯小白，我们先理解一个基础概念。ID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简单来说，这就是程序员用来编写、调试和测试软件的一个综合类工具箱。像我之前介绍过的 VS Code 就是常见的 IDE。AI 时代下呢，因为整合了大模型，所以一些新的 IDE 工具，例如 Cursor、Windsurf、Tree 就产生了。可能有观众疑惑，用 ChatGPT 生成代码与 Tree 有什么区别？那关键差异就在于工作流程。普通 AI 聊天生成代码需要你自行复制到编辑器并定位修改的位置，那这个过程呢仍然需要你有一定的编程基础。而 Tree 呢直接将 AI 深度集成到编辑器当中，实现描述需求自动生成、点击确认的闭环操作。那这对零基础用户就更加友好啦。所以即使你不懂1行代码也没有关系 ，AI 会自己干活、自己写代码、自己 debug， 太懂事了。但是呢，现在很多市面上的 AI 编程软件1个月都要20美元、15美元，真的是不便宜。所以字节跳动就来拯救我们啦，推出了 Tree 这款软件呢，现在是完全免费，而且支持原生中文。它有国际版和国内版。国际版呢集成了 Cloud 3.5、3.7、ChatGPT 4o、DeepSeek 等主流模型。国内版呢是用了豆包和 DeepSeek 模型。我们打开这个国际版的安装地址，下载到本地，一路点击下一步就可以了。打开软件，选择主题、界面语言。Tree 呢还非常贴心的提供了从 VS Code 等编程工具导入配置的功能。这里我先点击跳过。接下来呢需要登录，因为我是海外版，所以登录的时候要保证是海外的上网环境。如果你不方便切换上网环境呢，可以下载国内版的 Tree。他们除了用的 AI 模型不同其他功能都是一样的。下载地址呢，我已经放在视频说明栏中了，大家点击下载即可。如果你用过 Cursor 这个界面，应该还是非常熟悉的。左边是文件夹，中间是代码栏，右边是聊天框。Tree 的主要功能包括 Builder 和 Chat 模式。Chat 模式呢是对代码库或编程问题进行提问，但是只是聊天。我们一般呢是选择 Builder 模式，可以帮助我们从0开始做项目。和 Cursor 一样 ，Tree 也可以使用这个井号键引用代码块、文件或文件夹，并且上传图片。那这个功能一般是我们用来修改错误或者上传我们参考的设计图，非常重要，我一直会用到这个功能。除此以外呢 Tree 还有个特色的 Web View 功能，就是可以直接在它的软件里预览你的 Web 页面，不再需要单独打开了。好，接下来我们就用 Tree 来生成一个简单的小游戏贪吃蛇。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 AI 编程软件，非常推荐大家跟着我先做这一步试试看，熟悉一下软件和基本操作。我们在 Tree 里切换到 Builder 模式，输入指令，请制作一款贪吃蛇的游戏网页，然后回车。接下来我们的 AI 就在勤勤恳恳的快速工作了。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像老板在合同上盖章一样，点击全部接受就可以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只用1条指令生成的贪吃蛇游戏效果。基本功能是实现了，例如我用上下左右键可以调整蛇的方向，在碰到红色方块后呢，会添加长度等等。但是整个游戏界面太简单了，而且不是很好看，我们就可以做进一步的优化，直接在指令框里输入我们想要优化的方向，例如画面设计风格、添加游戏玩法的说明等等。大家不用担心自己说不清楚，直接用大白话在框里面说出来就好了。AI 会自动帮你去整理你的整个需求的逻辑。那这就是我多次调试优化后的效果，细节的确是好很多，我都忍不住多玩了几把。这样用一句话就可以实现一个还不错可以玩的游戏，是不是很爽，很有成就感？恭喜你完成了自己的第1个小游戏。接下来呢，我们从0开始开发一个 App。第一步呢，我们需要明确应用类型。关于 App 的创意灵感呢，可以参考我之前这期视频里面的方法论。
这次呢，我想做一个解决选择困难症的 app， 专门帮大家解决每天吃什么的问题。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需要整理产品的需求和功能。这是我和 AI 反复沟通后整理的需求文档。核心目标呢是解决饮食选择难题，通过随机推荐帮用户做决定。特别提醒，新手最开始一定要做最小可行性产品，先实现核心功能，再迭代优化。那我们确定需求以后呢，就进入到开发阶段。这次我要开发的是 iOS 的 app， 我们需要先安装苹果官方的 Xcode 开发工具。安装完成后呢，新建项目时记得勾选 Swift UI 框架。在 Tray 中，我们打开 Xcode 项目文件夹，把之前 AI 生成的需求文案复制进右边的 Builder 对话框。推荐大家呢是选择 Cloud 模型，这几乎是大家公认写代码相对效果最好的一个模型了。那我们看AI 快速的识别了我们的需求，然后开始哐哐一顿写了。而我们呢什么都不用干，直接点击接受就可以啦。代码生成完成以后呢，点击 Xcode 右上角的播放键运行预览。注意啊，模拟器默认的呢是 macOS 版本，需要手动切换为 iPhone 型号。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最基础的功能实现，虽然界面比较简陋，但核心的随机推荐功能是已经跑通了。我们第一次运行的时候呢，也很容易遇到红色警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截图把错误信息发给 AI， 通常呢都能解决。如果问题反复出现呢，我们可以尝试用 Command 加 Shift 加 K 清除缓存。像上周我在开发的时候就遇到过几次因为缓存导致的一些 bug， 一直都解决不了。当我清除缓存以后呢，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那重点我们再说明一下井号键的妙用。输入井号键呢，就可以直接关联项目中的具体模块，比如某段代码、文件夹，甚至整个项目。那这样的话呢 ，AI 在分析的时候就会更加准确。怎么样，跟着一步步操作下来，你的第一个 app 成功运行了吗？心情如何？欢迎在评论区里分享你的感受。就我个人而言啊，这次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AI 编程现在还存在着明显的能力断层，它可以像魔法一般的快速生成基础框架，但是当涉及到复杂交互时呢，它的逻辑就很容易出现混乱了。那这里呢也破除一个常见的误区，那些宣称1小时就可以零基础搭建完整 app 的视频，实际上呢都省略了3个非常关键的步骤。一是平均2到3次的模型迭代优化，二是至少投入5小时以上的 UI 细节调整，第三就是应用商店上架所需要的资质认证。那以我的实战经验来看，从构思到正式发布，至少需要20到30小时，其中呢 AI 辅助约占60%，剩下的40%啊依然是需要依靠人工的。关于工具的选择，经过2周的深度使用，我认为 Tray 在国际版场景下已经基本具备取代 Cursor 的能力，甚至 Tray 对中文指令的理解会更加优秀，而且最关键的是它完全免费啊！但要注意的是呢，在晚上8到10点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峰时段，Cloud 3.7的响应会明显的延迟。最后我想说，当 AI 掀起进一步技术浪潮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焦虑职业危机，但这次开发让我深刻的意识到 AI 真正颠覆的不是具体的岗位，而是技术能力的获取方式。而那些愿意保持好奇、持续迭代工具方法论的人，反而能在这个时代解锁前所未有的认知维度。